OK， 大家好，这里是魔安小周。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测评的是 Marvel Legends 80 Years Captain America， 也就是80周年的美国队长这一款产品。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盒子的封绘吧。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很大的 Captain America， 然后左上角是一个80周年的标志，然后是一个长方形的开窗，所有配件都一览无遗。然后可以看到有一个替换头，一对替换手型，加上一个手和特效键以及一个盾牌。而侧面是美国队长写实风格的漫画的这样一个封绘吧，左右是一样的。然后最后面是 Captain America 的介绍，美国队长的介绍，80周年。OK，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把它拆开来进行测评吧。OK， 那么我们拆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的配件和主体了。首先我们来看到它的替换头吧。这个替换头有点糖啊，我这好像有点中奖，两个眼睛似乎是对焦不到一起，智障美国队长的感觉有点。我们再来看到主体上的头雕，我只能说主体的头雕虽然也不容乐观，但是至少它的眼睛相对这个还是没有那么糖的。不知道是我中奖了，还是这一批次的美队都有点唐人街的感觉。而后我们来看到替换手型，它竟然是只给了一对握拳手，然后它手上是两个握持手。我本来还希望他会给一些敬礼啊这种手势来增加一下可玩性，而最后呢也算是一个替换手吧，因为它这个是和特效键连在一起的，然后可以做出一个丢出盾牌的动作的特效键。那同时呢，这个盾牌也是可以独立拿下来的。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插销是可以插在美队背后的一个孔洞里面，然后如果平时想让美队将它拿在手里，那就需要将它翻转，然后卡扣卡在手臂上，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拿在手里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美队的一个主体吧。头雕刚刚说过了，是有点糖的。然后来看到它的胸口吧，胸口这个龙鳞其实做的还不错的，不仅仅是它这个模型上龙鳞的这个细节，而且它那个涂装竟然是有一点金属的质感在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啊？可能视频里不是非常明显。然后来看到它的腹部，它这里也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分件啊。因为可以看到它是红白这样的，它直接将这个分膜线就设置在红白，所以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它的分膜线，是不是？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非常巧妙的。然后来看到它的手臂，同样的这样一个手臂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是有孔关节，然后是手套。还可以，然后它的腰部是给了一个腰带，是一个分件，可以上下移动的。可以看到它腰部也是有可动在的。然后同样的另外一根手臂也是这样，然后大腿也是有孔的。OK， 那么现在它的素体的素质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吧。那我们首先来看到它的头部可动。当然是没有问题啊！我觉得 Marvel Legends 的头部可动，如果不是被某些披风或者是独特的素体所限制，它的头部可动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存在。当然，有时候头抬太高，这里会穿帮也是在所难免的。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手臂可动，这次也是没有用到蝴蝶关节，可能是考虑到它这样一个龙鳞的状态，然后将它的手臂进行抬升。OK， 最高其实只能抬到这里啊！哇，这个手臂是有点紧，最高能抬到这里，差不多也是90度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手臂
肘关节啊，因为这个手套的影响啊，它直接这里就被卡住了，就不能再往里面歪了，它只能被手套卡住，歪到这样。那我觉得应该也是算是够用了，平常我也不会有太多的掰动它的机会。然后来看到它的腰部可动，腰部它是单的关节，大家看刚刚我说的腰部基本上就这样一可动。然后是它的大腿，先说它的腰部吧，腰部这样是360度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是大腿前抬，这样看直观一些，90度没有问题。侧抬，那差不多也是75度这样的存在。然后来看到它的小腿和大腿中间的 OK， 这样也是完全够用的状态。好的，那么可动我们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它装上配件的一些玩法吧。OK， 那么首先我是给它装上了这样扔盾牌的一个特效键，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比较生动形象的啊。但是如果我觉得它的替换头能改成比如说张嘴或者狰狞的比较脸就比较好，但是现在两个头雕我感觉其实都差不多，只有一个严肃头和平静头的区别。感觉这样一个配件我个人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下面会比较容易穿帮。OK， 那我们接下来再换一个配件看看吧。OK， 那么现在呢，给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将盾牌拿下来之后，将它这样一个联动机构放在手上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美队背后这里是有个孔洞的，如果平常不将这个盾牌放上去，如果看背后的话还是比较难看的啊。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背后，将它这样变成这个状态，然后将它放在背后，那其实这样就是最不容易穿帮的一个状态了，好吧？那我们接下来来做一个玩具的总结吧。那么总的来说呢，这次的80周年美国队长这个素体本身其实并没有给到我太多的惊喜，但是呢，对于这个经典角色的还原，我还是能感受得到的。但是它的同时，它给的替换件可以说是让我有一点点失望，尤其是它的替换头，它的品控可能也没有做到很好。同时，两个替换头的替换意义并不大，因为两个表情非常相近，我也不知道他给这样的一个替换头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给到的配件量也是少的出奇，少的和挂卡一样。然后只有一对握持手，一对握拳手，以及一个扔盾牌的特效键。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美队的体型几乎是要和 Model 20差不多大，然后比蜘蛛侠稍大，然后比最矮的金刚狼高差不多半个多头这样。它的体型也是相对于比较强壮的一个状态，也是还原了漫画中的一个体型吧。然后抛开它的素体的素质来说，我觉得它的涂装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啊，完全可以接受。然后对于这样一个经典造型，我本身也是比较喜爱的。要是它这个盾牌呢，它的发色再好一点，再比如说再鲜艳一些，可以做到稍微再红一点吧。然后这样的背后的，如果平常不用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替换键将它插上的话，我觉得会是更好的一个存在。OK， 那么总的来说，这款美队满分10分，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给大家打到一个7分的程度。虽然它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达到我原来的预期，但是呢，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我觉得它还是做到了一个及格线以上的分数。好，那么谢谢大家，这里是摩尔小周。